大家好，我是魏之超。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乌龙事件，那就是罗马天主教会在中世纪强推一夫一妻制，把上帝的无情铁手强行伸进全欧洲男女的裤腰带里，结果竟然意外地催生了科学革命、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可以说，正是中世纪教会在完全不自觉的情况下下了一盘种豆得瓜的大棋，才稀里糊涂地缔造出了今天我们都生活在其中的这个现代世界。那么这个历史大乌龙是怎么样发生的呢？我们来好好说一说。这样一个乍一听非常无厘头的观点是来自于哈佛大学人类学教授约瑟夫·亨里奇的一本著作《西方怪人》The Weirdest People in the World。我觉得这本书是近几年最被低估的一本思想巨著。书名里的这个怪人呢，指的是西方人在心理上的独特性。亨里奇教授认为正是教会在中世纪的这一系列骚操作，无意中造就出在性格取向和思维方式上都非常怪异的西方人，这间接催生了现代世界的诞生。那么教会到底干了什么？西方怪人的怪到底体现在哪里？西方怪人的独特的心理机制又为什么会跟现代世界的诞生发生关系？那接下来呢，我就为大家来梳理一下亨里奇教授这个环环相扣的逻辑链条。那这个故事的起点呢，是中世纪早期，也就是大约从公元4、5世纪开始，天主教会在欧洲推行了一整套关于婚姻和家庭制度的规定。学者们现在把它叫做婚姻与家庭计划，简称婚家计划。婚家计划呢，其实远远不止一夫一妻制那么简单我说一夫一妻制缔造了现代文明，这是有点标题党的。这个东西呢，其实是一系列关于婚姻制度的组合拳。而这套组合拳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它都指向了同一个目标，那就是瓦解以血缘为基础的传统宗族体系。也就是说呢，它的每一条规定几乎都是冲着削弱大家族去的。这很有意思那教会的这一套婚家计划呢，主要包括下面这些规定。首先就是强制一夫一妻，教会坚决禁止任何形式的多偶制，比如一夫多妻或者纳妾。教会规定婚姻必须是一男一女白头偕老的。在当时的世界上大约有 85% 的社会都允许各种形式的多偶制，所以这个规定在当时是极其另类的。这不仅改变了基本的婚配模式，也间接影响了谁能继承财产这一类问题。比如说一夫一妻很容易没有婚生子，那么合法的财产继承人就没有了。教会的第二个规定呢，是严格禁止近亲结婚。教会极大地扩大了乱伦禁忌的范围。这可以说才是婚家计划里最具杀伤力的一招。教会不仅禁止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结婚，还把这个近亲的范围扩大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一度曾经禁止到7代以内的所有沾亲带故的人都禁止结婚，也就是你和你心仪的对象都往上倒祖先，哪怕需要一共倒7个人才能找到共同的祖先，那你们也算是近亲，也不准结婚。这都不知道该怎么令就是你跟你的什么表姐妹结婚都不行。而且这其中还包括了那种因为婚姻而缔结的姻亲形成的亲戚关系也不能够结婚，甚至是像教父教女这种模拟亲属关系都不行，都算是近亲结婚。这几乎就意味着你想要结婚的话，就必须走出自己的村庄、自己的家族，到外面去找一个跟你八竿子打不着的人结婚，这样才可以。这对于过去那种依靠内部联姻比如说表哥娶表妹来巩固家族势力、来抱团取暖的那种宗族体系来说，那简直就是釜底抽薪那教会婚家计划的第3个规定呢，是强调自愿同意，反对包办婚姻。教会还提出了一个在当时非常前卫的理念那就是结婚必须是男女双方自愿，父母或者族长是不能够强行包办的。要知道当时世界上普遍认可的都是像中国这样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姻是家族之间结盟的工具那个时代这才是主流所以呢，教会的这个规定也是大大削弱了那些长辈通过安排子女婚姻来巩固家族网络和资源的这个权利。那教会的第4个规定呢，是限制离婚和再婚。教会把婚姻视为一种神圣的契约，于是离婚就变得非常的困难，死了配偶要再婚也受到很多的限制。这虽然让个体的小家庭变得更加的稳定了，但也让那些大家族想通过不断的离婚再联姻来整合资源的策略变得不那么容易了。
教会的第5个规定呢，是鼓励独身和修道生活。教会给那些不想结婚的人提供了一条受人尊敬的出路，那就是去当修士，去当修女，独身侍奉上帝。这尤其对当时的女性来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选择。根据一个统计中世纪的西北欧当时有高达15%到20%的女性到了30岁还没有结婚，很多人最后都进了修道院。相比之下，在传统中国，30岁还没有结婚的女性那真是凤毛麟角，大概只有1%到2%。那么这样的一种独身主义的可能性呢，就进一步削弱了家族对于每一个成员婚姻的绝对控制权，尤其是对家族中女性的控制权。教会婚嫁计划的最后一个重要规定是提倡核心家庭与独立居住。教会是鼓励新婚夫妇离开父母的大家庭，自己组建新家独立生活的。这就使得欧洲社会的基本单元逐渐从那种几代同堂、几十口人住在一起的那种大家族，变成了只有夫妻和未成年子女的那种核心家庭。大家族的族长权威自然也就被削弱了。可以很容易看到教会的这套婚嫁计划的每一条规定几乎都在精准地打击传统宗族社会的根基。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这是独一无二的另类。当时的伊斯兰世界是不禁表亲婚的。当时的中国是允许表亲联姻，允许纳妾，婚姻是讲究父母之命的。当时的印度也遵循种姓制度和家族联姻。他们的婚姻家庭模式都与教会推行的这套模式大相径庭。严格的一夫一妻制，禁止表亲婚，鼓励新婚独立居住，这样的一些特征在人类历史上都极其稀有。而中世纪的西欧却在教会的影响下集齐了所有这些稀有特征。那教会为什么要推行这样的一套古怪的婚姻家庭制度呢？他们的动机可能很复杂，也许就是为了直接去削弱世俗权利，增加教会的财富。比如说，如果因为一夫一妻制而没有了合法继承人，那么信徒就更加有可能把遗产捐给教会。但也有可能呢，教会就单纯是出自于宗教上的洁癖。但是亨里奇强调动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产生的结果。那么推行了几百年的婚姻家庭计划，最后造成了什么样的结果呢？可以说它彻底颠覆了欧洲原有的社会结构。第一，它瓦解了那种盘根错节、极其紧密的宗族网络，这个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一点了。第二，它催生出了一个全新的社会形态，那就是基于规则和基于陌生人信任的陌生人社会。我们先来看宗族是怎么样一步一步被瓦解的。教会的那些规定像是禁止近亲结婚它就迫使人们必须要走出自己的小圈子去找对象，这样就打破了宗族内部靠联姻来巩固势力的那个老套路。同时呢，像是强制一夫一妻，不承认私生子，再加上鼓励把遗产捐给教会，这些措施就使得大量的财富，尤其是土地财富，不再被牢牢地锁定在家族的内部，这就极大地削弱了宗族的经济实力和凝聚力。到1200年那个时候教会据说就已经拥有了欧洲1/3的土地。最后呢，是随着核心家庭取代了大家族，人们的身份认同就会随之改变。欧洲人就不会再觉得我是某某家族的人，而是一个一个独立的个体。就这样，在观念层面上，家族主义就慢慢的退潮了，个人主义的观念开始抬头。整个欧洲呢，就逐渐从一个个紧密的宗族抱团的这样的社会形态，变成了以个体和小家庭为单位的松散结构。这在当时的世界上几乎是独一无二的。然后呢，在宗族瓦解之后人们并没有变成孤零零的原子。相反他们发展出了一些全新的社会连接方式。由于人们不再被宗族土地束缚，人口流动性就大大的增加，越来越多的人涌入城市。而在城市里各种不靠血缘的志愿性的组织就开始兴盛起来，比如一些手工业的行会商人的工会还有新兴的大学以及各种修道会等等等等。这些组织对于当时的社会来说是全新的物种，他们不是靠血缘联系在一起的，而是靠各种共同的规则、章程、合同，甚至是靠共同的兴趣来组织在一起的。
人们在参与这些组织的过程中就像是参加了一个大型的社会训练营，他们在其中不知不觉的就学会了，比如说尊重抽象的规则，比如说培养了信任陌生人的能力等等等等。在与陌生人相处的过程中，他们也开始关注个体的权利和义务。所以你看中世纪教会的这套婚姻家庭改革，就这样意外地把欧洲社会从一个主要靠血缘和人情维系的熟人社会，一步一步地推向了一个依靠规则和契约来运转的陌生人社会。然后呢，一个非常关键的转折点来了，这场深刻的社会结构变革不仅仅是停留在外部的制度层面的，它还深刻地改变了生活在其中的欧洲人的心理结构和思维方式。要知道，文化环境是会极大地塑造人的心理的。当社会从基于亲缘关系转向基于规则和个体权益的时候，人们的心智软件也会随之迭代升级。随着欧洲社会结构的巨变，欧洲人就逐渐发展出了一套与他们所处的这个新兴的社会结构相适应的独一无二的心理特征。他们也就这样一步一步演变成了亨里奇在那本书里所说的西方怪人。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些西方怪人的心理到底是怪在哪里。西方人在心理和行为模式上与世界上其他大部分的地区表现出显著的不同。有哪些不同呢？首先，最核心的区别就是强烈的个人主义，也叫个体主义。在宗族解体、核心家庭成为主流的环境下，个人就不像传统社会那样深深地嵌入在一个庞大的亲属网络里。这样一来呢，一个人的身份和价值就更多的取决于他自身的特质、成就和选择。一个人就不仅仅是作为某一个家族的一份子而存在，人们就开始更加关注我是谁，我想要什么，而不是家族希望我做什么。这种思维方式就是以自我为中心来思考和行动。比如在择偶上，西方人就越来越强调个人感受和自由恋爱，而不是出于家族利益或者父母之命来谈恋爱。这种我的意识的觉醒是西方怪人心理的基石。那么随之而来的就是一些自然而然的副产品，比如说对传统和权威的服从性降低。在很多测试人的从众心理的实验里，西方的那些受试者表现出来的那种独立思考的倾向是要高于其他社会里的人群的。那西方怪人的第二怪呢，是表现在西方怪人内心中的道德感的来源发生了很明显的变化。在那种所有人都沾亲带故的熟人社会里一个人的行为的主要约束力是来自于那个人内心的羞耻感，也就是他害怕在别人面前丢脸，害怕损害我的家族荣誉。但是呢，在那种个人主义抬头的陌生人社会里道德感更多的时候就内化为一种内疚感。什么是内疚？羞耻是必须一个坏行为被别人看到了我才觉得不对，但是内疚感是即使没有人看见，但只要我做了违背我自己内心准则的事情，我也会感觉到良心不安。为什么内疚感会取代羞耻感呢？这是因为在一个需要与陌生人进行公平的、可信赖的合作的这样的一个社会里，内在的诚实和责任感变得非常的重要。另外呢，基督教神学也强调良心的作用和上帝无处不在的监督，这也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内在的道德约束。这种从怕别人议论到怕对不起良心的转变，是西方怪人的道德心理的一大特征。西方怪人的第三怪呢，是体现在西方怪人们更加倾向于用普遍主义的原则来待人接物。什么是普遍主义呢？就是他们倾向于用一套规则和标准来对待所有人，不管对方是亲戚还是陌生人这就是普遍主义。而那些传统的宗族社会是怎么样的呢？他们是特殊主义。特殊主义就是强调社会里是内外有别、亲疏有别的。在那些传统社会里多帮一点自己人，而对外人可能充满戒备、内外有别、双重标准这些都是比较天经地义的。但反过来在一个需要大量的陌生人相互协作的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那公平、公正、规则至上这样的一些原则就变得非常的重要。这就催生出了西方怪人那种信奉普遍主义的心理。这种心理上的微妙区别一直保留到了今天今天西方社会普遍都认可任人唯亲是腐败的，但是在很多传统文化背景比较深厚的国家，照顾亲属可能就被认为是一种义务，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西方怪人那种对事不对人、原则高于人情的态度也是他们的一大心理特征。那西方怪人的第4怪呢，是他们连最基本的认知思维方式都与众不同。心理学研究发现西方怪人更加倾向于分析式思维。什么是分析式思维呢？就是他们习惯于把事物从背景里边剥离出来，关注这个事物的属性，把它们归入到一个抽象的类别里。比如说兔子、胡萝卜、猫这3样东西，西方怪人倾向于把兔子和猫归为动物这一类，而很多受西方文化影响比较少的人，比如说很多中国人，就更加倾向于整体式思维。什么是整体式思维呢？就是更关注事物之间的关系和它的整体背景。比如说中国人很可能就会认为兔子跟胡萝卜的关系更加密切，兔子吃胡萝卜嘛，所以呢，应该是兔子跟胡萝卜归为一类。那这种区别其实没有高下之分只是关注点不同。分析式思维有利于发展抽象规则、逻辑推理和科学分类，而整体式思维更擅长理解复杂的关系和情境，各有所长。亨利奇认为这是因为欧洲社会结构从中世纪开始变得更加依赖规则和分类比如说那个时候已经有了一些非常复杂的法律、行会章程等等，这才逐渐塑造出了这种分析式的认知偏好。那西方怪人的最后一个很显著的心理特点呢，在于他们与陌生人打交道的时候，会表现出相对更高的信任感和合作的意愿，也就是西方怪人更容易相信陌生人。在一个宗族瓦解、人口流动频繁的社会，人们必须要学会相信那些与自己没有私人关系的人，与他们建立合作。无论是商业交易也好，还是参与到公共事务也好，都需要这种超越血缘关系的信任。这在心理学实验里表现得非常明显那些来自西方文化背景的人，在博弈游戏里一上来就更加愿意相信完全陌生的人。小结一下教会的那个婚姻家庭计划就像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实验，经过几百年的发酵之后最终在欧洲催生出了一套非常独特的心理特征组合，那就是强烈的个体主义，以及由它催生出来的较低的从众性，还有就是内疚驱动的道德感，还有就是对普遍主义的信仰、分析式的思维，以及对陌生人的信任与合作的倾向。而在当时世界上的其他地方普遍的心理倾向是集体主义、羞耻感、关系本位、整体式的思维，以及熟人之间的信任。可以说世界上其他地方与西方怪人是针锋相对的。这些不同的心理倾向其实本身根本没有优劣之分，他们都是适应各自的社会环境的产物。但接下来发生的事可以说就是西方怪人走了狗屎运了。因为他们这一套被教会无心插柳培养出来的心理特征，恰好为现代文明的3大支柱——科学革命、自由市场经济、民主法治——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心理土壤。首先，我们来看现代文明的第一大支柱——科学革命。科学的本质是什么？是质疑，是探索，是相信世界背后有规律可循。而西方怪人的心理恰好为这一切提供了养分。你看，强烈的个体主义就意味着人们不再盲目的相信权威和老祖宗留下来的话，更加敢于提出自己的疑问，去挑战那些看似天经地义的认知。哥白尼和伽利略就是最好的例子嘛。当对长辈和传统的敬畏之心降低之后，人们当然就更加愿意相信自己的观察和逻辑推理。其次呢，西方怪人那种分析式的、喜欢归类的思维方式，也和科学方法不谋而合。科学研究常常需要把复杂的现象拆解开来，分门别类，然后从中找出普遍的规律。西方怪人的心理特征让他们天然的对定义概念、寻找事物背后的运行机制充满兴趣。再有就是我们刚才不是提到嘛，西方人有那种相信普遍规则的倾向。他们首先是相信这个社会应该是有统一的规则比如说统一的法律对吧？但与此同时呢，他们也开始相信自然界同样需要遵循着普遍的可以被理解的法则。这种观念非常关键就是它驱使着牛顿这样的科学家去探索那种放诸四海皆准的原理，比如说万有引力定律。还有一点就是科学的进步是需要开放的合作与知识共享的，而不是像过去那样把知识当作传家宝或者当作家族秘方给藏起来。
而西方怪人那种与陌生人合作的能力，就让跨地域、跨时间的学术交流成为可能。科学因为这个才能成为一项公共事业，不断的累积壮大。最后是那种内疚驱动的求真务实的心态，也转化成科学研究中重要的伦理，那就是强调尊重证据，诚实的报告自己的研究结果，哪怕是失败的结果。当然局部的造假直到今天也不可避免了。那总的来说呢，正是西方怪人这种独立思考、分析归纳、相信规律、开放合作、诚实求真的心理特质，才构成了科学思维萌发以及科学共同体建立的心理土壤。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现代文明的第二大支柱，那就是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行离不开大规模的超越熟人圈子的合作与竞争。西方怪人心理同样也是这里的关键推动力，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契约精神和对陌生人的信任。没有亲戚关系的人怎么敢一起做生意啊？靠的就是对合同、对法律这些普遍规则的信任。西方怪人因为更强调规则和非血缘的信任关系，所以那种大规模的跨地域的商业活动就更加容易实现。像是中世纪晚期出现的商业票据、商法，还有后来石破天惊的股份公司，也就是让素不相识的人把钱凑在一起搞投资，这在当时需要非常高度的基于非血缘关系的相互信任。另外呢，西方怪人那种强烈的个人主义也催生了勤奋和创新的精神。在一个不那么看重出身背景，更加看重个人成就的社会里，人们自然会更有动力去努力工作，去做理性的规划，去延迟享乐，来改变自己的命运。这也就是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说的资本主义精神，或者叫做新教伦理其中的一部分内涵。而且呢，市场本身也会奖励那些守信用、有责任感、勤奋、有创新能力的人，这又进一步强化了这些品质，这就形成了一个正向循环。还有一点就是西方怪人那种对于公平和普遍规则的偏好，也有助于形成相对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反对任人唯亲和垄断。这就为企业创新和企业家精神提供了更大的空间，让那些有才能的、有想法的人更加容易崭露头角。可以说教会无意中塑造出来的这些心理特征，竟然恰好非常适合发展这种基于陌生人合作的市场经济。最后呢，我们来看现代文明的第三根支柱，那就是民主法治和人权观念。这些现代政治文明的基石同样也深受西方怪人心理的影响。首先就是法治观念，刚才我们反复提到的那种对于普遍规则的尊重，就是法治的基础。欧洲从中世纪开始，无论是教会法还是习惯法，都在潜移默化地培养人们诉诸规则，而不是靠宗族家法来解决纠纷。这为近代的那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以及成文法典和宪法的出现奠定了基础。这些理念就只有在一个已经部分实现了普遍主义文化的社会里，才更加容易引起大家的共鸣。其次呢，西方怪人那种强烈的个人主义倾向，也直接催生了对个人权利的重视。当每个人作为一个个体被视为社会的基本单元之后，那么天赋人权、个人自由这样的一些观念就自然而然的会浮现出来。人们自然而然的会认为，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我拥有一些不容侵犯的权利，无论是家族、教会还是国家，都不能够任意的剥夺这些权利。这是对传统社会那种个人依附于宗族的那种观念的一个根本性的颠覆。接下来一点是现代的民主制度，也就是代议制民主，它的运行也需要一系列西方怪人的心理特质来支撑。比如说选民需要有独立的判断能力，对吧？他不能够盲从家族或者权威的指令去投票。再比如说选民需要信任那些素不相识的国会代表，选民们还要能够遵守选举规则，坦然接受结果，需要重视和捍卫个人权利等等。可以说，一个社会里边如果没有大量具备这些心理素质的独立的个体，那大规模的民主实践是很难成功的。所以呢，如果说现代文明的这几大基石，科学探究、市场交换、民主治理就像是一个个现代应用程序，那么西方怪人的那些心理特征，像是个体独立、规则导向、信任陌生人、分析思维，他们就像是提供了一套心理操作系统。没有这套心理操作系统，这些现代应用程序就很难顺利的运行起来。
这些呢就是教会强推一夫一妻，意外造就现代文明的故事。中世纪天主教会为了推行自己的一套宗教伦理，强行执行了以一夫一妻和禁止近亲结婚为核心的婚姻家庭计划。他们大概做梦也没有想到这样一套管得实在是太宽的规定，竟然是像推倒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那样，在接下来的几百上千年的时间里边，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它无意中瓦解了欧洲的宗族体系，把社会打散成个体和小家庭。这又在几百年间塑造了欧洲人非常独特的西方怪人心理，他们变得更加独立，更加信任规则，更加信任陌生人，更擅长分析。最后呢，正是这样的一套在当时的世界中非常另类的心理特征，为科学革命、市场经济、民主法治这些现代文明的核心要素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文化和心理土壤。历史的进程很有意思往往就充满了这种意想不到的蝴蝶效应。好了，那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关于教会推行的婚家计划，关于西方怪人的心理特征，关于现代文明的诞生，如果你有任何的想法，欢迎留言讨论，只要我有精力都会一一回复。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呢，请你点赞、分享、订阅我们的频道这是对我最大的支持。我是魏志超，我们下期节目再见。